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凌云的指尖在键盘上敲击出一串数字，又一次地核对了报告中的数据。金融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，空调呼呼地吹着冷风，他额前的碎发随风轻轻摆动。办公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哥哥林浩发来的消息：妹妹，婚礼邀请函已经寄出了，记得这周末一定要来。凌云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。哥哥终于要结婚了，这个消息让他感到既惊讶又高兴。新娘是谁啊？你从来没提过。凌云回复道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她是个很棒的女人，相信你们会相处得很好。凌云盯着手机屏幕，感到一丝好奇。林浩一向对自己的私生活很保守，这次婚礼安排的也很突然，连对方是谁都不肯透露，让他不禁猜测这位神秘的准嫂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凌云，报告准备好了吗？苏雪莹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。凌云连忙放下手机，马上就好。总监，我正在核对最后的数据。凌云转过身，尽量保持专业的语气。苏雪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蓝色套装，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她微微扬起下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满。我们下周一要跟投资方正式签约，这个报告必须在明天给我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会的，您放心。凌云点点头，心中暗自叹气。自从苏雪莹成为营销部门的总监后，他就经常感到压力倍增。苏雪莹表面上优雅得体，实则做事强硬，对下属要求极其严格，尤其是对他。凌云低头继续工作，等到苏雪莹走远了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旁边的同事陈明宇投来一个同情的眼神，他又找你麻烦了，习惯了。凌云笑了笑，对了，我哥这周末要结婚，我得请假去参加婚礼。恭喜啊！陈明宇眼睛一亮，在哪举行？海滨小镇，离这里3小时车程。凌云说着，表情又变得担忧起来。就是不知道苏总监会不会批假。凌云整理好请假申请，在午休时间敲响了苏雪莹办公室的门。进来。苏雪莹正在翻阅文件，头也不抬地说。凌云深吸一口气，苏总监，我想申请这周末的假期，我哥哥要结婚，我需要参加他的婚礼。苏雪莹终于抬起头，眉头微皱，这周末不行，我们周一要签约，周末你得留下来准备最后的数据检查。可是，凌云咬了咬嘴唇，婚礼只有这一天，是我哥哥的终身大事，公司的这笔合作也是大事。苏雪莹放下笔，语气冰冷，你的数据分析报告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，婚礼可以不去，签约错过了就是公司的损失。凌云握紧了请假单，我可以提前完成所有工作，确保不会影响签约。即使你完成了，万一有任何问题需要临时调整呢？苏雪莹的声音提高了一些。凌云，你要明白，现在整个部门都在为这个项目加班，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凌云站在那里，感到一种无力感逐渐蔓延。他知道苏雪莹一向固执，也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的重要性，但哥哥的婚礼他不可能不去。苏总监，我一定会完成所有工作，并且确保报告万无一失。凌云坚定地说，这是我哥哥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作为妹妹，我必须出席。苏雪莹审视着他，办公室里安静的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
好吧，但你必须在周五下班前把所有工作完成，报告由我来审核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你得随时待命解决，即使是在婚礼上。谢谢您，我保证不会影响工作。林云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准备离开。林云，苏雪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你知道我可以轻易找到比你更专业的人来做这份工作，别让我失望。林云没有回头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走出了办公室。他知道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提醒，而是一种威胁。在金融科技行业，人才更替快速，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。回到座位上，林云感到一阵疲惫。陈明宇递给他一杯咖啡，怎么样？批了吗？批了。林云勉强笑了笑，不过条件是我得提前完成所有工作，还得随时待命。典型的苏雪莹作风。陈明宇摇摇头，别担心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。谢谢你，明宇。林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打开电脑，投入到工作中。他决定今晚加班，尽快完成报告，这样周末才能安心参加哥哥的婚礼。林云在办公室里待到了深夜，公司大楼里的灯几乎都熄灭了，只有他所在的那一小块区域还亮着灯。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屏幕而感到干涩，但数据分析报告已经接近完成。他想起哥哥的婚礼，嘴角泛起一丝微笑，这份辛苦是值得的。正当他准备给报告做最后的检查时，一个数据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是一个关于用户增长率的预测，看起来异常乐观，与他先前的分析结果有明显出入。林云皱起眉头，调出了原始数据进行比对，发现确实存在问题。这不对，他自言自语道，开始重新核算。经过仔细检查，他确定这个数据被人为调高了至少 15%。如果投资方基于这个虚高的数字做决策，将会造成严重的误导。林云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。他应该现在就通知苏雪莹，还是等到明天早上？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决定立即发送一封邮件。苏总监，在最终检查报告时，我发现用户增长预测数据存在异常，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建议我们延迟提交报告，重新核算这部分数据，以免给投资方造成误导。详细问题已附在邮件中，请查收。发完邮件，林云揉了揉太阳穴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刚走进电梯，手机就响了。是苏雪莹的电话。林云，你的邮件我看了，这个问题不大，数据已经经过市场部确认，不需要修改。苏雪莹的声音听起来很冷静，但林云能感受到其中的不耐烦。可是，苏总监，这个数据明显被高估了，如果投资方基于这个数据做决策，将来可能会带来法律风险。林云尽量保持语气平稳。我说了，不需要修改。苏雪莹的声音变得强硬。这只是一个预测值，有一定的浮动空间，很正常。报告明天就要定稿，不要再找借口拖延了。这不是借口。林云感到一阵愤怒。作为数据分析师，我有责任确保报告的准确性。这个数据明显是错误的，我不能在明知有问题的情况下签字确认。林云，苏雪莹的声音突然变得危险起来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你在暗示我们公司造假数据？注意你的言辞，这种指控是非常严重的。林云愣住了，他没想到苏雪莹会这样曲解他的意思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专业角度提出的建议。
好了，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我明天早上要看到最终版本的报告，不要有任何修改。苏雪莹说完，不等林云回复就挂断了电话。林云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感到一阵寒意。他知道苏雪莹是个完美主义者，对数据的精确性一向很看重。为什么这次他对明显的问题视而不见？回到家，林云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他打开电脑，决定再次检查那份报告。当他调出公司内部系统的历史数据时，发现不仅仅是用户增长预测，很多关键指标都被微调过。虽然每次调整幅度不大，但积少成多，整体效果非常明显。这些发现让林云感到不安，他思考了很久，最终决定第二天再找苏雪莹当面谈谈。毕竟这关系到公司的诚信和他的职业道德。次日清晨，林云提前到了办公室，希望能在大家来之前和苏雪莹私下交谈。但他刚走到苏雪莹的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。门没有完全关上，他能清楚地听到谈话内容。王总，数据都已经调整好了，投资方不会发现任何问题。苏雪莹的声音听起来很自信。确定吗？别出什么岔子，这笔融资对我们至关重要。一个低沉的男生回答道。林云认出那是公司 CEO 王岩的声音。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掌控中。对了，我这周末有事要提前离开，婚礼的事情没问题，你把工作安排好就行。林云悄悄后退几步，装作刚刚走到的样子。办公室门打开，王岩走了出来，看见林云，点头示意后离开了。林云敲了敲门，苏总监，我想和您谈谈关于那份报告的事。苏雪莹坐在办公桌后，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从容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昨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再次检查了数据，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林云直视着苏雪莹的眼睛，很多关键指标都被修改过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预测误差，而是系统性的数据美化。苏雪莹的表情变冷了。林云，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吗？不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林云尽量保持冷静。作为数据分析师，我不能在知道数据有问题的情况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，还可能涉及法律责任。你觉得你比我更了解公司的运营？苏雪莹的声音提高了。这些数据调整是经过市场预测和战略考量的，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。你只需要完成分内的工作，其他的不是你该关心的。那至少让我们向王总汇报一下，让他来做决定。林云说。苏雪莹冷笑一声，你觉得王总不知道这些事吗？别天真了，林云，在这个行业，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。林云感到一阵寒意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苏雪莹和王岩可能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而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，一个可以随时被替换的工具。我不能这样做。林云摇头，如果报告不修改，我将不会在上面签字，随你的便。苏雪莹脸上的表情变得冰冷。你可以走了，我会找人接手你的工作。林云转身离开办公室，心跳加速。他知道自己可能惹上麻烦了，但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原则。回到座位上，他看到陈明宇已经来了。怎么了？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陈明宇关切地问。林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决定告诉他实情。我发现报告中的数据被人为调高了。苏总监拒绝修改，还暗示这是高层的意思。
陈明宇的表情变得严肃。你确定？这很严重啊。我很确定。林云点点头。我告诉他我不会在报告上签字，他说会找人接手我的工作，小心点。陈明宇压低声音。公司里有传言说苏雪莹和王总关系不一般，他能这么快升到总监位置，不仅仅是因为能力。林云感到一阵疲惫，他不想卷入公司的政治斗争，只想公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现在他更担心自己的职位安全，也担心请假参加哥哥婚礼的计划会受到影响。先别想那么多。陈明宇拍拍他的肩膀，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完，等周一回来再说。你哥的婚礼要紧。林云勉强笑了笑，打开电脑开始工作，但整个上午他都能感觉到办公室里异样的气氛，同事们的窃窃私语，还有苏雪莹从办公室走出来时投向他的冷漠眼神。他知道这场风波远没有结束。周五下午，林云提前收拾好了办公桌，准备离开公司，赶往海滨小镇参加哥哥的婚礼。临走前，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工作邮箱，发现他的权限已经被调整，无法再查看那份数据报告。这意味着苏雪莹真的安排了其他人接手他的工作。林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想这些烦心事。他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和礼物，向陈明宇道别。祝你玩得开心。陈明宇笑着说，别想工作的事，好好享受你哥的婚礼。谢谢你，明宇。林云感激地说，他知道陈明宇是真心关心他的。离开公司大楼，林云打车前往火车站，坐在出租车上，他感到一种解脱，终于可以暂时远离职场的压力，专注于家庭的喜事。他给哥哥发了条消息，告诉他自己正在路上，很期待见到他和未来的嫂子，已经帮你安排好了酒店，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林浩回复道。林云微笑着收起手机，望向窗外，城市的景色在他眼前飞快掠过，高楼逐渐被低矮的建筑代替，标志着他正在远离喧嚣的都市。火车启动后，林云靠在窗边，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，思绪也随之飘远。他想起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度过的时光，他总是默默保护他，给他力量。现在他要结婚了，组建自己的家庭，他应该为他感到高兴。只是对于那位神秘的准嫂子，他内心还是充满了好奇和一丝不安。火车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，林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但显示是公司总部的区号。你好，请问是林云女士吗？电话那头是一个公事公办的女生。是的，我是。林云回答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是人力资源部的王梅，很抱歉通知您，公司决定即日起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，理由是您违反了公司的保密协议，向第三方泄露公司内部信息，并且恶意诋毁上级。林云感到一阵晕眩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泄露任何公司信息，也没有诋毁任何人。我们有证据表明，您向其他同事透露了公司内部的机密数据，并且对管理层的决策提出了不实指控。根据您签署的劳动合同，这属于严重违纪行为，我们有权立即终止合同。您的办公用品会由行政部门整理后邮寄给您，最后1个月的工资和补偿金将在下周打入您的银行账户。林云握紧了手机，努力保持冷静。这太荒谬了！我要求见公司的法务人员，这种无端指控是不合法的。
林女士，这不是无端指控，我们有确凿的证据。如果您对此有异议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祝您生活愉快。对方说完，不等林云再说什么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林云坐在座位上，手机还贴在耳边，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。他被开除了，以一种毫无预警的方式，而且是在他离开公司前往哥哥婚礼的路上。他明白了，这一定是苏雪莹的报复。他可能把自己和陈明宇的谈话扭曲成了泄密和诋毁，然后借此机会把他排除出公司。手机再次响起，这次是陈明宇的短信：林云，公司说你被开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林云颤抖着手指回复：苏雪莹找借口开除我，说我泄露公司机密和诋毁上级，这太过分了。他一定是因为你发现了数据造假的事情。对了，他今天下午也提前离开了公司，说有私事要处理。林云皱眉思考，苏雪莹提前离开公司去处理私事，这与他参加自己哥哥婚礼的时间几乎吻合，会不会是巧合？你打算怎么办？要不要回来和公司理论？陈明宇又发来消息。林云深吸一口气，望向窗外，火车已经驶入了郊区，远处的山脉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美丽。他想起了正在等待他的家人以及哥哥的婚礼。不了，我现在不想让家里人担心，等婚礼结束后再说吧。你帮我留意一下公司的情况。放下手机，林云闭上眼睛，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。他不能让这件事影响哥哥的大喜日子。失业确实是个打击，但并不是世界末日。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找到新工作并不难，但内心深处一种被背叛和不公正对待的感觉依然让他难以完全释怀。他曾经多么努力的工作，多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任务，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火车继续向前驶去，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美丽，但林云的心情却怎么也无法跟上这美景的节奏。他想起了哥哥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：生活有时候就像坐过山车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抓紧扶手，勇敢面对。是的，他需要勇敢面对，至少在这个周末，他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抛在脑后，全心全意为哥哥祝福。火车开始减速，广播里传来到站的提示。林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走下火车。海滨小镇的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咸味，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傍晚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林云站在站台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手机给哥哥打电话。就在这一刻，他决定把工作的事情暂时封存在心底，专注于眼前的喜事。喂，林云，到了吗？林浩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充满欢快。到了。刚下火车，林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。太好了，我这就来接你，等着我，不要乱跑。挂断电话，林云看着远处的海平面，一辆熟悉的车子逐渐驶进车站。他挥了挥手，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。林浩的车子停在站台前，他探出头来朝林云挥手。林云拖着行李走过去，哥哥已经下车，一把将他拥入怀中。我的小妹妹终于来了，林浩笑着说。他比林云高出一个头，看起来精神饱满，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恭喜你，哥，林云由衷地说，暂时忘记了工作上的不愉快，我都等不及要见见你的神秘新娘了。林浩帮他把行李放入后备箱，
明天你就能见到他了，我保证你会喜欢他的。连个照片都不给我看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林云坐进副驾驶，好奇地追问。他很优秀。林浩启动车子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骄傲。聪明，有能力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们是在一个商业项目中认识的，一见如故。哦，什么项目？林云问道。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合作，他在金融科技行业工作，我负责他们公司的新办公楼建设。林浩的回答让林云心头一震。金融科技行业，这会不会是巧合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做什么职位的？林云继续问道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林浩笑着摇头，别着急，明天你就都知道了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对了，爸妈已经到了，他们在酒店等你。林云不再追问，但心中的不安感越来越强。金融科技行业，新办公楼，这些巧合让他不禁联想到苏雪莹，但很快他又摇摇头，觉得自己想的太多了。苏雪莹怎么可能是哥哥的新娘？那简直太荒谬了。车子驶入一家豪华海景酒店，林浩解释道，婚礼就在这里举行，我们包下了整个花园和宴会厅，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和爸妈在同一层。酒店大堂装饰的典雅华丽，林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休息区的父母。林母看到他，立刻站起来，快步走了过来。云云，你来啦！林母紧紧抱住他，路上还顺利吗？挺好的，妈。林云回抱住母亲，没有提起被开除的事情。林父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看你气色不错，工作还顺利吗？还行。林云勉强笑了笑。哥，新娘呢？怎么不见她出来迎接？她在忙婚礼的最后准备，今晚可能见不到她了。林浩说，你先去房间休息一下吧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。林云点点头，跟着服务员上楼去了他的房间。推开门，一个宽敞明亮的海景房呈现在眼前，落地窗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。放下行李，林云走到窗前，望着远处的海平面，心情复杂。他掏出手机，看到陈明宇发来的消息，公司里都在传你被开除的事情，说是因为你散布不实信息，损害公司声誉。我知道这不是真的，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林云回复道，先不用担心我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你知道苏雪莹出差去哪里了吗？不清楚，她只说有私人事务要处理。对了，听说王总也今天下午离开了公司。林云皱起眉头，这又是一个巧合。他摇摇头，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可能真的只是巧合而已。收拾好行李，林云洗了个澡，换上一身清爽的衣服，下楼去和家人会合。餐厅里，林父林母和一些亲戚已经在等候，唯独不见林浩的身影。哥呢？林云问道。还在忙，说让我们先吃。林母回答，他和新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。晚餐期间，亲戚们都在讨论这位神秘的新娘，每个人都充满好奇。听说是个很有能力的职业女性，林母说道，语气中带着欣赏。林浩说他做事雷厉风行，是个完美主义者。林云的心又是一跳，这些描述太像苏雪莹了，但他很快又安慰自己，这世上雷厉风行、追求完美的职业女性有很多，不可能这样巧。他家人来了吗？林云问道。好像只有几个亲近的朋友，他父母在国外，赶不回来。林父回答，这又增加了林云的疑虑。苏雪莹的父母也在国外工作，这一连串的巧合让林云无法保持平静。
但他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安静地吃着晚餐。用餐结束后，林浩终于出现了，但依然没有带着新娘一起来。他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但依然掩饰不住兴奋。明天就是大日子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吧，林浩对大家说，然后转向林云，明天早上9点，你来新娘的准备室帮忙，好吗？他说想见见你。当然，林云点点头，心中的疑虑越来越深。回到房间，林云辗转难眠。窗外的海浪声本应让人感到放松，但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猜测和担忧。如果新娘真的是苏雪莹，那意味着什么？她刚刚被自己的嫂子开除了，这简直是个荒谬的巧合。林云努力说服自己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最终在疲惫中慢慢睡去。梦中，他看到自己站在婚礼现场，新娘掀起面纱，露出了苏雪莹那张熟悉又冰冷的脸。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，林云被闹钟叫醒。他睁开眼，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梦境和现实。昨晚那个关于苏雪莹的梦境太过真实，让他心有余悸。林云起床洗漱，穿上为婚礼准备的淡蓝色连衣裙，化了个淡妆，然后前往新娘准备室。酒店的走廊上已经挂满了鲜花和彩带，工作人员正忙着做最后的布置。来到新娘准备室门口，林云深吸一口气，敲了敲门，请进。里面传来一个女声，不是苏雪莹的声音。林云松了一口气，推开门，房间里几个穿着伴娘服的女孩正在忙碌，还有化妆师和发型师在准备工具。新娘并不在房间里，但一件精美的白色婚纱被挂在衣架上，周围围着几个人在做最后的调整。你是林云吗？新郎的妹妹，一个伴娘走过来问道。是的，我是。林云点点头。新娘呢？她在隔壁房间跟婚礼策划师确认一些细节，马上就回来。伴娘笑着说。她说你来了，可以帮忙整理一下这些首饰。林云走到梳妆台前，开始整理各种精美的首饰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门开的声音，转过头去，瞬间如遭雷击。站在门口的正是苏雪莹，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丝绸晨袍，头发挽起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看起来比在公司更加优雅美丽。看到林云，苏雪莹的表情也是一愣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林云，你来了。苏雪莹的声音出奇的柔和，与在公司时的冷漠判若两人。林云站在那里，感到一阵眩晕，他的猜测竟然是真的。新娘真的是苏雪莹，那个让他失业的女人，那个刁难他的上司，现在居然要成为他的嫂子。你是哥哥的。林云结结巴巴的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苏雪莹微微一笑，是的，我是你哥哥的未婚妻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很意外，但我希望我们能放下工作上的不愉快，毕竟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林云感到一阵恶心，他无法相信这个刚刚让他失业的女人，竟然能如此若无其事地说出这样的话。他想冲出房间，告诉哥哥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，但理智告诉他，不能在婚礼上闹事。林浩知道吗？林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知道你是我的上司吗？当然。苏雪莹的笑容不变。我早就告诉他了，我们在公司是上下级关系，但他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。我想这个话题可以等婚礼结束后再讨论，你觉得呢？林云咬住嘴唇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他想起了陈明宇的话，还有那些被修改的数据。
苏雪莹和王岩的关系，以及自己突然被开除的经历，这一切都太诡异了。难道哥哥真的了解这个女人吗？房间里的其他人似乎感受到了气氛的异常，都默默地退到一边。苏雪莹走到林云面前，压低声音：“林云，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不满，但请相信我，我真的爱你哥哥。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希望你能给我们祝福。”林云深吸一口气，勉强点了点头。现在不是揭穿一切的时候，他需要冷静思考，找到更多证据，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。我去看看哥哥。林云转身离开了房间，他需要新鲜空气，需要远离苏雪莹，哪怕只是暂时的。走在酒店的走廊上，林云的手机响了，是陈明宇的电话。林云，我发现了一些东西，你得看看。陈明宇的声音很紧张。什么东西？林云问道，心跳加速。我无意中看到了苏雪莹和王岩的一些邮件往来，他们在策划一个大规模的数据造假，目的是提高公司估值，吸引更多投资，而且他们计划在拿到新一轮融资后，就将公司以高价卖掉。林云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海景，感到一阵寒意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我还发现苏雪莹开除你的真正原因是担心你发现更多问题。林云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职场矛盾了，这是金融诈骗。陈明宇，我得告诉你一件事。林云深吸一口气，苏雪莹就是我哥哥的新娘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敢相信，但这是事实。林云感到一阵无力。我现在在他们的婚礼现场，苏雪莹就在准备室里。天啊，这太疯狂了！陈明宇惊呼。你哥知道他是谁吗？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据苏雪莹说，哥哥知道他是我的上司，但不知道他开除我的事情。林云叹了口气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告诉哥哥真相，还是等婚礼结束后再说？这种情况很难判断，但我觉得你应该先找机会单独和你哥谈谈，至少让他知道苏雪莹开除你的事情。陈明宇建议道。你发现的那些邮件能发给我看看吗？林云问道。已经发你邮箱了，我发现的证据会让你震惊的，这简直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。陈明宇的声音充满愤怒。那些投资者还有你哥哥，他们都被蒙在鼓里。挂断电话，林云站在那里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打开邮箱，看到陈明宇发来的截图，内容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。邮件中，苏雪莹和王岩明确讨论了如何修改数据，如何利用林浩的公司资质做掩护，甚至还提到了婚姻是最好的合作关系这样的话。林云的手在颤抖，他不敢相信哥哥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，更不敢相信自己的哥哥可能正在被利用。他必须做些什么，但又不能在婚礼上闹事，这对哥哥太不公平了。正当他犹豫不决时，林浩出现在走廊的尽头，朝他走来。云云，你见到雪莹了吗？她还好吗？林浩笑着问道，看起来无比幸福。林云看着哥哥的笑脸，心中一痛。他该怎么告诉他，他即将迎娶的女人不仅开除了自己的小姨子，还可能正在利用他进行商业欺诈。哥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林云终于下定决心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哥哥跳入火坑。林浩察觉到了他的异常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雪莹说了什么？不是。林云摇摇头，是关于你和苏雪莹的事情，还有我的工作。就在这时，婚礼策划师匆匆走来。林先生，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得去准备了。
林浩看了看林云，又看了看策划师，给我5分钟好吗？我需要和我妹妹谈谈。不行，哥，林云制止了他，婚礼要紧，我们晚点再谈。林浩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好吧，但婚礼结束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谈谈。林云勉强笑了笑，看着哥哥跟随策划师离开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先冷静观察，等婚礼结束后再找机会告诉哥哥一切。婚礼现场布置得如梦如幻，白色的花朵、丝带和气球点缀着整个花园，远处的大海为这场婚礼增添了一份浪漫。宾客们陆续入座，林云也坐在了前排，心情却无比沉重。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所有人都转头望向入口。林浩穿着一身挺刮的黑色西装，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。紧接着，苏雪莹在父亲的陪伴下出现在入口处。她穿着那件林云在准备时看到的白色婚纱，头戴面纱，手捧鲜花，缓缓向前走来。当苏雪莹经过林云身边时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。林云能感觉到面纱下那双眼睛正在打量着他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。这一刻，林云突然明白，苏雪莹害怕他在婚礼上揭穿一切。牧师开始主持仪式，询问新人是否愿意相守一生。林浩坚定地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声音中充满幸福。苏雪莹也轻声回应：“我愿意。”声音温柔动人，与林云在公司听到的那个冷漠声音判若两人。现在，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，牧师宣布道。林浩小心翼翼地掀起苏雪莹的面纱，在众人的掌声中吻了她。林云坐在座位上，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，仿佛自己在观看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。婚礼仪式结束后，宾客们移动到宴会厅，准备参加婚宴。林云躲进洗手间，给陈明宇发了条消息：“婚礼结束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陈明宇很快回复：“你得找机会和你哥单独谈谈，告诉他你被开除的事情，还有我们发现的那些证据。”林云点点头，收起手机，决定在婚宴期间找机会和哥哥交谈。但当他走进宴会厅，看到林浩和苏雪莹正在挨桌敬酒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他又犹豫了。他有什么权利破坏哥哥的幸福？如果哥哥真的爱苏雪莹，即使知道了一切，他会怎么选择？就在林云陷入思考时，他注意到苏雪莹接了一个电话，表情突然变得严肃。苏雪莹低声对林浩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快步离开了宴会厅。林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他悄悄跟了上去。苏雪莹匆匆走出宴会厅，穿过酒店大堂，来到后花园。林云保持一定距离跟着他，心跳加速。后花园里，一个男人正在等待。林云一眼认出那是王岩，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面色凝重。林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屏息倾听他们的谈话。出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找我？苏雪莹压低声音问道，但语气中充满不满。监管部门开始调查我们的数据了。王岩的声音充满焦虑。昨天有人匿名举报，说我们在融资前后做了大量的数据美化。不可能，我们做得很干净，没人能发现。苏雪莹断然否认。那个林云呢？他是数据分析师，他发现了问题。你确定他不会把事情说出去？我已经解决了他。苏雪莹冷冷地说，他不会再对我们构成威胁。你是说把他开除了？王岩摇摇头，这太草率了。他现在可能更有动力揭发我们。他不会的。
苏雪莹声音里透出一丝得意，她不会在她哥哥的婚礼上闹事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王岩似乎这才意识到什么。林浩是他哥哥。是的，真是个有趣的巧合，不是吗？苏雪莹轻笑一声。我接近林浩最初只是为了他的公司资质，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。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他不会在婚礼上揭发我们，而等婚礼结束后，一切都已成定局。王岩的表情变得更加阴沉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这已经不仅仅是商业欺诈了，你在利用一个无辜的人，别假惺惺的了。王岩，苏雪莹冷笑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主意，利用林浩的公司资质做掩护，现在计划可能泡汤，你却来指责我。林云听到这里，感到一阵寒意，他拿出手机，悄悄录下了这段对话。但就在这时，他不小心碰到了身后的花瓶，发出一声响动。苏雪莹和王岩立刻转头望来，看到了躲在树后的林云。林云，苏雪莹的声音里充满惊讶和一丝恐惧。林云站了出来，他已经无处可躲。我听到了一切。苏雪莹，你接近我哥哥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公司资质，你们在进行金融欺诈，还开除了我，因为我发现了问题。王岩脸色难看，转向苏雪莹，现在怎么办？令林云意外的是，苏雪莹看到他后并没有表现出惊慌，反而像是松了一口气，早晚会有这一刻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。你什么意思？林云警惕地问道。苏雪莹走近几步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。林云，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是的，我最初接近林浩是因为他的公司资质，我们需要一个有实力的建筑公司来做我们的项目掩护。但在相处过程中，我真的爱上了他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林云冷笑。你开除我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是你未来小姑子的感受。我开除你是因为我害怕。苏雪莹坦言，害怕你发现更多问题，害怕你告诉林浩真相。我知道这样做很卑鄙，但我当时陷入了恐慌。王岩看了看手表，我们没时间在这里聊天了，监管部门随时可能找上门来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林云举起手机，我已经录下了你们的对话，我会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，也会告诉我哥哥一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不用了，林云，我都听到了。林云转过身，看到林浩站在不远处，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。林浩，苏雪莹的声音变了调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看到你接电话后匆忙离开，觉得有些奇怪，就跟了出来。林浩走近几步，没想到会听到这些。苏雪莹脸色苍白，但她没有退缩。林浩，我可以解释。不需要解释。林浩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事实上，我早就知道一些事情了。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包括林云。你知道？苏雪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知道你和王岩的关系，也知道你们公司在做数据美化。林浩说道。我接触建筑行业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项目正常，什么样的项目有问题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们公司的新总部项目投资额明显偏高，却没有相应的实际价值，这本身就很可疑。那你为什么还……苏雪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为什么还和你在一起？为什么还要举行婚礼？林浩苦笑了一下。因为我看到了你眼中的挣扎，我相信你内心深处还有良知。我想给你一个机会，希望你能主动结束这一切。林云看着哥哥，心中充满疑惑。哥，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的上司，
是的，林浩点点头，但我不知道他开除了你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王岩看着这一幕，突然转身想要离开，但林浩叫住了他：王总，别急着走，我已经联系了我在监管部门的朋友，把一些关键证据提供给了他们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到达。王岩的脸色变得煞白。你什么时候？就在婚礼前。林浩说，我一直在等待，希望雪莹能主动向我坦白一切，结束这场闹剧，但看来我等不到了。苏雪莹跌坐在一旁的长椅上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林浩，我真的爱上了你，这不是谎言，我相信。林浩走到他身边，但爱情建立在欺骗之上，又能走多远呢？这时，几个穿着制服的人走进花园，为首的男子出示了证件。王岩先生，关于贵公司涉嫌财务造假、欺骗投资者一事，我们需要您协助调查。王岩知道无法逃脱，只能乖乖配合。临走前，他看了苏雪莹一眼，眼神复杂。花园里只剩下林云、林浩和苏雪莹三人。苏雪莹低着头，眼泪无声地流下。我知道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他对林浩说，但我真的想改变，想结束这一切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，也害怕失去你。林云看着这一幕，心情复杂，他恨苏雪莹对自己的不公正对待，也恨他欺骗了哥哥，但看到他此刻的脆弱和真诚的懊悔，又不禁有些同情。哥，林云犹豫了一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林浩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我不知道，云云，我需要时间思考，但现在我们得先回到婚宴上，向宾客们道歉，然后结束这场婚礼。苏雪莹抬起头，眼中充满希望。你是说推迟婚礼？不，林浩摇摇头，是取消。至少在一切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们不可能结婚。苏雪莹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，但她没有反驳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林云看着他们，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成长和勇气。哥哥选择直面现实，而不是逃避；苏雪莹选择承担责任，而不是继续欺骗。或许这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。三人默默走回宴会厅，宾客们还在等待新人入场。林浩走上台，拿起麦克风，向所有人道歉，说因为一些意外情况，婚礼需要暂时取消。宾客们一片哗然，但林浩保持着平静，一一向他们表示歉意。离开宴会厅后，林云找到了父母，简单解释了情况，但隐去了关于金融欺诈的部分，只说哥哥和苏雪莹有一些误会需要解决。父母虽然担忧，但也只能尊重儿子的决定。晚上，林云一个人站在酒店的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大海。今天发生的一切像一场荒诞的梦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哥哥的婚礼上发现新娘居然是自己的老板，更没想过这位老板还卷入了商业欺诈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陈明宇发来的消息。怎么样了？告诉你哥了吗？林云回复道，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哥哥早就知道一些事情了，他已经报了警，婚礼取消了，苏雪莹可能要接受调查。天啊，这简直是电影情节。陈明宇回复，那你呢？你的工作怎么办？林云想了想，回复道，我不知道，可能会找一份新工作吧。这件事让我明白，职业道德比什么都重要。放下手机，林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转头一看，是哥哥。都还好吗？林浩走到他身边，也望着远处的大海。应该是我问你这个问题，林云说。林浩笑了笑，我没事，
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一切。对了，关于你被开除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不是你的错。林云摇摇头，你真的早就知道苏雪莹和公司的事情。我发现一些异常后，开始调查。林浩解释道，但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上司，更不知道他会开除你。当我发现真相时，已经来不及阻止了。你对他还有感情吗？林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林浩沉默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，有。尽管他做了那些事，但我相信他内心深处是善良的，只是被环境和欲望所蒙蔽。人非完人，我们都会犯错，关键是能否认识到错误并改正。他会坐牢吗？林云又问。可能不会，林浩说，如果他配合调查，提供关键证据，可能会从轻处理。王岩是主谋，他更多的是被胁迫和利用。林云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理解哥哥的选择，也尊重他的决定。无论苏雪莹最终会获得什么样的结局，至少真相已经浮出水面，而这就足够了。对了，林浩突然想起什么，我朋友刚刚开了一家数据分析公司，正在招人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推荐你。林云笑了，谢谢哥，我会考虑的。兄妹俩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星空和大海，彼此沉默。有些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，有些关系错综复杂的难以定义。就像林云和苏雪莹之间的关系，曾经的上司和下属，如今的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义。但林云知道，无论未来如何发展，这段经历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课。他学会了坚持原则，也学会了理解和宽容。毕竟，人生就像一场无法预排的婚礼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走进来的会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那些意外的相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